当你按下快门的同时，相机也帮你截取了个画面。但在这之前，你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若你是全手动的底片相机，那你可能需要调整光圈、快门来决定曝光值。如果是数位，也还有白平衡、感光度、曝光补偿这类的辅助需要设定。而如果我们通通抛下了这些过度的累赘，只剩下悠然自得地释放快门，那你还必须做一件事，就是构图。作为讨论构图的开端，我们必须先选择一支符合你期许的镜头。镜头影响了取景的框框，因此我们挑选的焦段极为重要。如果先将变焦镜头撇除在外，一般来说，镜头分为3个大类：广角、标准以及望远镜头。我们使用数字来描述这些镜头的焦距，最直接的联想就是数字越大，可以拍摄的距离也比较远。像是如果我们想把月亮拍大，那你就必须使用很大的数字，才会越容易靠近它。但焦距不仅仅决定距离，还影响到视角以及透视关系。焦距越长，所能呈现出来的画面越窄；反观焦距越短，视角越宽。比如35视角较宽，能收纳很多景物，但透视关系明显较为疏离。中长焦的视角窄小，通过空间的压缩，透视关系所呈现出来的距离也短上许多。如果你还不是很能理解，我们可以试着拿起变焦镜头，由望远端推向广角，并往前走，或是向后退，镜头由近拉远，你就可以轻易发觉焦距与透视关系所产生的关联。理解了焦距的差异，那拍摄人像需要拿怎样的镜头比较适合呢？首先必须考量的是你与拍摄者的距离。如果你常常拍摄室内环境，或是家人朋友，通常会因为空间的局限，或是不愿意离他们太远，这时会推荐你使用35镜头。除了专拍摄景物的微距镜之外，35的最近拍摄距离也通常比较近，方便拿来拍摄静物美食。小广角收纳风景与拍摄多人合照都很适合，是一个学习摄影入门起手的好选择。35焦段虽然万用，但你可能会发现，由于广角镜头在结构设计上较为精密复杂，一个好一点点的35往往都价格不菲。第二个考量点就是价钱的部分。如果你是预算有限，或是初学舍不得投资镜头的话，那50定焦是你不二的选择。在不追求极致大光圈下，最便宜的50定焦几千就有，相较于50f1.2的大光圈，要价5到7万的不可思议。只小像1级光圈的镜头，价格表现也都让人感到相当暖心。而如果金钱不是你唯一必须深思熟虑的考量，第三就是照片背景虚化的程度。相机与手机最大的差异就是光学镜头有焦点外柔化的效果，一般称为景深。虽然手机可以藉由强大的运算能力，利用模拟的方式来实现景深，但却往往不及光学所呈现的自然。而如果你是为了满足手机达不到的物理效果，那中长焦段的大光圈镜头会是你唯一的选择。焦点外画成奶油般的迷人散景，容易凸显出人物主体，这也是85大光圈会被称为人像镜头的缘由。赋予画面一个视觉力量，构图、光线与拍摄动机，每一个都跟镜头焦距密不可分。焦段除了能收纳多少风景外，更重要的是镜头所营造出来的气氛。我们经由镜头的选择，创造出与画面人物的亲近程度。广角拥有极深的亲和力，缔造出主观的感受。因为不是人眼所能观察出来的图像，所以能让观众知道你是离他们很近。35的亲近感仿佛诉说着你们紧密的关系，
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推荐大家使用35拍摄家人的主因。但如果是长镜头，你可能会感觉你是第三方的观察者，镜头描述画面，也凝视人们的关系。长焦段能给观众站在远处瞭望的疏离感，可能是陪伴，可能是远眺的关心。但如果我们尽量不去透露更多讯息，让画面保持洁净，也切合映映出渺渺的孤寂。标准镜头虽然不具备任何特色，但在拍摄时给予了一个合宜的距离，没有压迫的靠近，也没有迫于无奈的退让，舒服且互不打扰。标准镜头所构筑出的画面，恰恰与人眼的正常视觉十分接近，没有谁主宰或统御谁，也没有变形与拉伸，能轻易烘托出自然。但其实真正影响你照片的，不是镜头焦段的使用，而是你当下的心境。不管是长焦、短焦，重要的是你开心不开心。我自己的工作镜头群中，除了35、50、85，还有1354个定焦焦段，每支镜头都有它自己的独特任务，没有特别偏袒或溺爱谁。当你在选择镜头时，需要知道不同焦段所展现出来的气质是如何影响到你的诠释，而不仅仅是能带景选35，拍特写用50，要景深拿85这样简单，也没有使用什么焦段就比较厉害的刻板印象。最后，拍摄人像该用什么焦段呢？我想没有正确答案，而不管你是选择怎样的镜头拍摄，每个摄影师都必须扪心自问，你想让观众得到什么感受，将你心中的那份触动移情到你的照片身上，并试着让看的人都喜欢上它。我用了10支影片的时间，通过对风格的导览，阐述我对摄影的观察，透过逆光的能量吸探事件的美好，再经由颜色的调整，步入探索自我的旅程，最后假借镜头语言倾诉释放，并寄情于照片之中。作为学习摄影入门的3部曲，希望可以启发与引导大家对于摄影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。旅途没有终点，终点也不是启程前行唯一的目标。透过寻觅的过程，寻找出人所体现的价值，是我制作影片唯一的初衷。很谢谢大家听我款款细语，虽然我相信它存在的意义以及无可取代的价值，但这系列的影片不确定会不会再持续更新。而如果有，希望下期有你。我是小柏。